你好，欢迎收听陪你读书，我是主播小静。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先发影响力》。下面我们会用大概15分钟的时间，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本书的作者是被称作影响力教父的罗伯特·西奥迪尼，他是非常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因为对影响力的深入研究，在国际上享有非常高的声誉。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本书的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为什么引导别人的注意力就能影响到他们。第二个重点是如何利用联想的力量影响到别人的想法和行为。第三个重点是在寻求帮助之前，我们要怎样营造有利的人际关系环境，让对方成为我们的同盟。好，我们先说说第一个重点内容，为什么引导别人的注意力就能影响到他们。很多人坐在一起聊天都爱聊星座，说哪些星座有什么特点。如果不仔细分析，乍一听我们还会觉得说的挺有道理，但是实际上同一个星座的人在性格方面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有道理呢？这里的秘密就是注意力限制了我们的思考方向。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有人说我们是一个固执的人，那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不是对的，我们就会在脑袋里面搜索自己那些关于固执的经历。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固执的经历，这样的回忆会一下子证明对方的预言是对的。也就是说，对方的预言一下子引导了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固执的方面。作者给这个一下子就吸引了注意力的时刻起了个名字，叫特权瞬间。能不能抓住这个瞬间，就是你先发影响力能不能奏效的关键。当然了，星座我们可以一笑而过，但是这背后的原理却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只要我们的注意力被引导了，我们的观点也会受到影响。既然引导注意力是这么重要的事情，那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用的小技巧呢？在这里，作者还真给出了一些吸引注意力的好方法。分别是性、危险和新的东西。性的吸引力就不用多解释了，有时候性的吸引力可以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其他任何地方拉过来，这不是什么秘密了。小说、电影都经常使用这个要素。而危险，它可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经常会发现，那些在危险中心的人，反而比那些远离危险的人更加不在意危险。比如那些抽烟抽得很厉害的人，虽然都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常识，但是他们却常常不在意。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主要是因为太在意危险是一件让人非常不舒服的事。人们为了减少这种焦虑，就会刻意回避危险。那该怎么让危险重新被注意到呢？答案就是要给出解决危险、缓解伤害的方案。比如告诉人们吸烟有害健康之后，要再告诉他们怎么戒烟，或者如何调整生活状态，这样就可以排解危险带来的恐惧感。除了危险和性之外，人们也容易关注新的东西，因为新东西的出现，我们就要判断它是不是有危险，或者看看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机遇。这是动物的本能，在其他动物身上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比如著名的巴甫洛夫的狗，这只狗听到铃铛响的时候就会流口水，但是这个实验当年在做的时候其实经常失败，因为在演示这个实验的时候，这只狗会看到新的人、新的环境，这时候它的注意力就会放在这些新人或者东西上，忽略了铃铛的声音。所以你看，现在的广告都会被要求要创新、要新颖，否则是抓不住用户的注意力的。好了，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我们已经知道了引导注意力会带来先发影响力，也知道了一些小技巧，但是其实要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导到某个地方，有时候可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说起来也很简单，让别人自己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就够了，也就是让他们产生联想。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内容，如何利用联想的力量
影响别人的想法和行为。说到联想，人们经常用到的工具就是语言。如果有人说你看到一个单词，这个单词就会改变你的观点和行为，你会相信吗？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很多研究都表明这确实是真的。比如说，让人们接触充满敌意的文字，就会增加他们的攻击性。在一个研究里，参与者被要求把几个打乱的单词重新整理成句，有些人整理的是打、战胜之类的和暴力有关的词，而有些人接触的是修门、目标之类的和暴力没有关系的词。最后让这些人电击他们的同伴，结果那些接触和暴力有关单词的人会把电击强度提高 48%。 除了单词，那些激励人心的图片其实也是有效的。虽然很多人觉得在公司里挂那些鸡汤海报看起来很搞笑，但是就有人研究发现这还真有用。研究人员就开展了一个调查，想要知道那些画着运动员获得胜利的图片有多大的刺激效果。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筹款员，这些筹款员的工作内容就是在电话里为当地的大学筹款。在这些筹款员当中，有一部分人分到的资料是打印着一张普通的白纸上，而另一些筹款员拿到的资料上还附加了一张图片，上面是一个跑步运动员赢得比赛的情景。在经过3个小时的工作之后，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看到照片的人筹到的钱比那些普通的筹款员多出 60%， 这就是联想带来的影响力。虽然联想的影响力很大，但是很多时候人们可能会有很负面的联想。那为了争取正面的联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作者在这里介绍了一些小技巧，关于正面联想的小开关有3种，包括自我、归属感和简单的东西。自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突然提到和我们自己有关的事情，我们会一下子竖起耳朵。任何和我们有关的事情都可以迅速抓住我们的注意力，而且经常会有比较正面的联想。比如我们会更喜欢那些生日和我们同一天的人，甚至如果一个商品的名字和我们一样，我们也会感到亲近。可口可乐在一些地区的分公司就在可乐瓶上印了一些当地常见的名字，结果销量就涨了不少。正面联想的第2个开关是归宿感，这个我们应该都是有感觉的，比如在外地遇到老乡会感到特别亲切。那第3个开关，简单的东西是怎么回事呢？作者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简单的、顺利的处理某些事，那我们就会更加喜欢它，而且会认为它是值得做的。比如，我们会更加喜欢那些五官容易辨识、名字容易读的人。商品也是，名字特别难念的东西相对不受欢迎。好了，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2个重点内容。最后我们说说第3个重点内容，影响力的放大器，同盟。我们来看看在寻求帮助之前要怎样营造有利的人际关系环境。如果你想要从兄弟姐妹或者好朋友那边得到帮助，你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来影响他们吗？很多时候是不需要的，因为在社会的竞争里面，我们都是同盟。简单的说就是我们都是自己人。那平时我们遇到的都是陌生人啊，要怎么和陌生人成为同盟呢？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你可以先考虑另一个问题，你和对方是不是同盟？也许你们本来就是同盟，可能不需要建立新的关系，可能你们是校友、老乡，甚至有同样的国籍都行。那如果实在不是同盟，要怎么创造机会成为同盟呢？作者介绍了3个技巧，我们来挨个说一下。第1个技巧是同步行动。曾经有一个研究，让人们一起玩游戏，有一组的规则是想要赢钱就要和同伴做出一样的选择，而另一组的规则是想要赢钱就要做出不同的选择。游戏结束之后，研究员就发现那些和别人做出一样选择的人会觉得自己和同伴的关系更好了，和别人做出相同的行为好像有一种魔力，
可以让彼此更加喜欢对方。除了同步的行动之外，还有一个和别人成为同盟的小技巧，那就是互相交换信息。这个技巧看起来很平常，实际上厉害的超过人们的想象。这个方法可以让人们产生非常强烈的情感亲密感，而且只要45分钟就可以了。2015年，《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叫做《想爱上一个人，请这么做》。这篇文章是《纽约时报》有史以来阅读量最高的文章之一。而文章里面的方法就是，你和另一个人坐在一起，每个人都提出一些问题让对方回答，同时也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在最开始的时候，问题可能是在你看来完美的一天是什么样的，后面的问题就会深入一些，比如家里谁去世会让你感到不安。45分钟的互问互答之后，两个人的关系进展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有一些实验的参与者之后还结婚了。同步行动，互相交换信息，除了这2个技巧之外，第3个和别人成为同盟的技巧就是共同创作。2个人一起完成一件事，会让他们更加亲密。对企业来说，也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比如说，在设计新产品的时候，可以让用户参与进来，或者不断征求用户的建议，这些都会让用户更加喜爱这家企业。以上就是先发影响力的主要内容。感谢关注陪你读书，欢迎点赞分享。同时可以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陪你读书的更新会第一时间提醒你。我是主播小静，我们下期再会。